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15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北京政局吊诡，谣言四起。我们已经很久没讲中国政治的话题了，那么今天我们就讲一下。今天是一个有关中国政治的话题。那么讲之前，我先讲几件事情。第一个就突发新闻一个突发新闻什么？此刻美国正在遭受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烈度最强的网络 DDoS 攻击了解一点有网络知识的人就知道DDoS 攻击是现在最常见的一种网络攻击几乎所有的移动和网络服务商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移动电话的影响最大。那么这个报修井喷那么T-Mobile 已经承认他们发现了问题其他还没有。一般来说，这个网络公司或者是电话公司都不太愿意承认他们受到攻击但实际上现在是受到攻击了这是一个当然我相信晚一点时候他们都会出来承认的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更新一下中美高层秘密会晤的消息更新一下。中美秘密会谈，美方是国务卿蓬佩奥，那么中方是中央外事领导小组主任这个杨洁篪，地点是夏威夷的美军基地，时间是本周，时长是24小时，只见24小时那么这次会晤应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是中方要向美方呢表达一个退让的态度姿态。那么退让的议题应该是香港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大概是一件这样的事情我不展开我只是更新一下。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北京疫情主要还是新发地是一个农批市场北京市政府把新发地所有农批市场所有的工作人员摊贩全部一车拉去唐山隔离应该是有上万人这是一次规模最大的隔离行动。那么新发地是亚洲第一大最大亚洲规模最大的农批市场，世界第3那么它不仅供应北京70%到80%的肉水产蔬菜瓜果还占华北5省60%的农产品交易那么东北3省云南、四川、广西在这里都有固定的交易区那么出口20几个国家。新发地这个地方基本上如果这个地方一关闭，那么整个北京市的这个农产品的供应应该会出现状况除非它有其他的安排，但是好像是另外5个农批市场也关掉这5个农批市场关掉意味着我相信北京的这个农产品供应会出现状况因为我看不出来它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够替代这5、6个农批市场的功能，因为北京是一个2000万人口的城市那么这就意味着整个北京的运行又会陷入一个混乱那么当然北京现在的疫情其实最重点还是在哪里？其实最重点就是未来3天北京的疫情的情况数据怎么样应该是关键，但是我不相信他们会告诉我们真的就是这3天的数据其实能看出来北京的疫情的走势是怎样那当然我相信他一定公布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但是
我不知道会是这样的，因为我不相信他会说真话啊。好，大概我更新这两件事情啊，两件事情。那么我们就讲讲今天的主题啊，今天主题。那么中国政局最近呢是非常敏感啊，敏感也发生了一些异动啊，一些异动呢也有一些传言，各种传言都有啊，谣言四起，各种谣言非常多啊，最近集中的爆发啊。那么我讲几个情况啊，讲几个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关于中美高层的密会啊，中美高层的密会这件事情呢，肯定是跟中共高层是有关系的啊，因为中国主动找美国谈，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他内部一定要达成一致，他没有达成一致的话，他不可能派人出去谈，那肯定出去谈，而且这个谈是要退让的谈，你不退让的谈，美国人也不会见你，对吧？所以你想一下，那肯定内部发生了一些状况啊，发生这种以习近平过去从2012年到现在的这个行为模式来看，主动找美国去退让，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啊，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么目前我们无法判断中国做这样的动作，它背后是习近平主动的行为呢，还是他被迫的行为？这不好说啊，受到压力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中国做出退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习近平在党内的退让，就是中国对美国的退让，首先意味着习近平在党内的退让，或者我们翻过来讲，习近平他在党内还是要付出代价的啊，这是我们看啊，中美之间开始进行秘密谈、秘密会晤啊，这件事情反映了中共高层之间的内部的一些情况，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网传李克强请辞，总理李克强请辞啊，这是一个传言。我是大前天就收到这方面的传言，还不是一个来源啊，几个来源都在说这个事情啊，说明这个信息很广泛，不是某一个渠道啊。那么这种传言，当然我们现在无法确定啊，但是首先我们确定一条，就是这个传言还是蛮多的啊，就是这个流传的范围还是蛮大的啊。那么我们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啊？我今天的任务不是告诉大家有一件这样的事情，我是告诉大家出现这种情况反映了什么？啊？先从人民日报说啊，我们觉得有大事看人民日报啊。那么过去一个月，我大概翻了一下，过去一个月，人民日报最近很低调啊，非常低调。原来呢，对内就是大干快上，对外呢杀气腾腾，基本上人民日报的调子是这样。那么，新华社呢把这件事情翻10倍啊，就是人民日报是说1，新华社就说10，大概是这样，就是新华社会放大一些啊，放大一些。但是过去一个月，人民日报的调子已经降下来，原因我觉得很多原因啊，我觉得还是跟国内外形势有关系吧啊，好消息太少，坏消息太多啊。那么好，我们就看2个人，看习近平和李克强。过去一个月，习近平主要在做3件事啊。第一件事，打电话给各国领袖打电话，然后还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放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啊，打电话，各种电话，这是第一个。第二，写文章啊，给求是写文章，给这个写文章，甚至以前旧文章都翻出来登啊，写文章啊。第三个，视察，出门走走啊，大概是这样啊。这是习近平做的3件事。李克强也3件事。第一个，国务院常务会议啊，国务院常务会议开得很频繁，这第一个。第二个，也视察。那李克强出门的机会不太多，但是现在也出门视察，这第二个。第三个，开座谈会啊。
从从从现在人民日报的这个版面安排来看啊，那么舞台上习近平还在那里啊，他的地位没有变化，还是站在舞台中央。李克强也在舞台上，这件事情没有变化，就是李克强仍然在舞台上啊，也有这个灯照的，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从他的过去1个月的表现来看啊，或者人民日报安排的这个版面语言来看，看不出来他因为身体状况请辞的迹象，看不出来。但是啊，空穴来风肯定有原因啊。那么我们大概分析有3种可能性啊。第一个可能性，意兴阑珊，就是这个我这个总理现在干的没意思啊，没权利啊，不干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No， 绝对没有。中共的官员没有人会因为意兴阑珊而辞职的，不存在这种可能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代罪羔羊，为现在的这个局面成为代罪羔羊下台，这形势也不大对呀。理论上追责也追不到他头上，他没权啊，对吧？他只是个看守，有点像看守内阁，所以怎么着也轮不到他来代罪啊，说跟现在的这个形势不符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误中副车。什么误中副车呢？就是这个党内斗争打来打去，这个李克强闪得太慢，一不小心被误中副车，中了榴弹，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啊，微乎其微。李克强是团派的硕果仅存的这个核心资源啊，那么整个团派指着他呢，他会就这么下来？我觉得。因为团派实际上是有2个人，一个是李克强，一个是胡春华，现在剩下的就这2个人。但你说李克强现在已经辛辛苦苦在这个位置上，他说走就走，你最困难的时候他都没走，最困难他在人民日报头版都看不见他啊。去年再往前一点的时候。哪里看得见李克强？全是一版一版的都是习近平的，根本他连这个头版的位置都上不去。现在不一样啊，现在还经常这个版面上没有李克强，没有习近平，就他做一个2条都有，这种情况都存在。这个李克强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啊，最困难实际上是2018年、2017年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习老大准备连任，再干1届或者再干2届，他雄心勃勃的时候，李克强根本就在旁边，台子都没上去。现在他还能在台上，你说他这个时候就撤，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啊，可能性不大。所以我对这个传言，我的基本判断，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这就是一个基本判断啊，这是第二个啊，第二个就是网络的情况，第三个也是不大正常啊，不大正常的是什么呢？中央和地方人事调整非常剧烈。通常在这个时候呢，因为现在是这样啊，现在你看哈，中央和地方的人事调整。理论上，明年如果你是从人事的角度来说，是为明年做准备。但通常是什么？通常的情况是什么呢？通常的情况是先动上面，再动下面，不会先动下面。上面现在动不了，现在你没换届，你要等换届才能动。比如说部委啊，国务院各部委。你国务院各部委，你现在的情况是，如果部长没变，你不变下面的副部长意义不大，因为你变了部长以后，你副部长还会有变，因为那个部长可能还会带自己人去啊，等等啊，他得安排。所以现在这个剧烈的人事调整和以往的中共的这个人事调整的这个节奏
不大符合。通常是先调整换届，从中央到地方，然后从省到市到县，这从上到下一路调整过来，先动上面的，上面动完之后一层一层动下来，这才符合原有的这种逻辑啊，这逻辑就是这样的逻辑。但你现在，我觉得现在这个人事调整规模从上个月到现在，这人事调整规模非常大啊，从中央到地方，从省到市，什么秘书长啊，各个位置都在调整，这很奇怪，不正常啊，这不正常。因为当然中国有这么大啊，它的人事调整是有一定的量，这个不奇怪。但是现在这个调整的规模这么大，不正常啊，这是第三个。还有一个情况，我留意到一个什么新闻呢？就是我相信大家都听到了，就是关于这个网店追税的事啊，网店追税的事，各地的税务局开始突击检查这个网店，天猫啊、淘宝啊、京东啊这些网店啊，网店要他们补税，补什么税呢？从2017年开始追到2019年，补这3年的税。怎么追他的税呢？拿他的这个支付宝的这个账号直接，所以其实大家要明白一点啊，其实以现有中国电子化的程度来看哈，中共要抓这些东西，包括之前说啊，出电子货币是为了控制这些资金啊，这个中国现有的手段已经足够控制了，不需要发这个电子货币才能够去控制，不需要，真的，你看一下网店上来就直接就抓什么呢？支付宝账号按照你的收入交税，跑都跑不掉，一个都跑不掉。现在这北京税务局已经通知了2000家企业，一次性按照支付宝你的进账额度补税，补3年的税，一个都跑不掉。很多网店要破产，一定会破产。为什么？3年的税，因为很多它的交易，它很多网店它是要刷单的，刷单才有这么多的量，才能排名排到前面去，排名排到前面去才有这个才能走量。你要走量，你就必须刷单。所谓刷单是什么？刷单就是下假单，下了假单，然后给钱，然后再退回来，退给你，就这样。那你现在你这很多交易额都是刷单的，可能有60%到70%都是刷单，他没有挣那么多钱，结果你让他一补税，他不全部都得关门吗？这个很疯狂，这件事情做的啊。光北京就是2000家企业，那2000家企业肯定是什么？肯定都是大企业嘛，是吧？他不会去抓小企业，都是大企业。然后全国各地都在自查补税，都收到了自查补税的短信，就开始补税啊。那么刷单这件事情肯定是会让很多中国的电子商务就灭亡的，就是前面的头部的这些企业，我估计都是重创啊。这件事情说明什么？这件事情说明中共内部是有点乱了啊。为什么哈？原因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5年前可以理解。为什么？各地财政困难啊，非常非常困难，没办法，没有税源，那就能逮的就办，这个可以理解，我相信会发生啊。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现在没有地税，不存在地税，地税取消了，只有国税。也就是说，这个追税行动不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是中央政府的行为，是国家税务总局的行为。你想一下，这是什么情况？这个情况就有点乱了。乱在哪里？一般来说哈，地方政府他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经常他遇到了困难，那怎么办？他也没有太多的资源，
没有太多资源就抓的就来办。这个地方政府的行为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中央政府呢，相对来说它比较理性一点，因为它管面上的事情，他会研究一些合理性的问题啊。这个通常中央跟地方的这个政府的行为有很大的差别的啊。所以我为什么说，我说5年前为什么讲5年前，就是地税没有取消的时候，地方政府通过地税去办这事情，我觉得很正常，因为地方政府穷成那样，那肯定是穷疯了，使劲搞啊。但是这次不是，这次地税都没有了，只有国税了。也就是说，国家税务总局布置的这件事情，也不可能是各个地方的国税自己办，要办肯定是税务总局。税务总局听谁的？税务总局听财政部的，就是财政部安排的这件事情，肯定既不是税务总局的事，也不是各个地方国税的自己的单独行动，那已经不存在这种可能，那就是财政部，因为财政部管的国税局、税务总局啊，通常税务总局的局长就是财政部的副部长，那肯定是财政部的命令。那你想一下，现在什么情况？现在第一，中国经济现在重启问题很严重，经济不景气啊，就各种免税要搞免税扶持，各种免税扶持的政策在干啊，还指着这些网店帮忙带动经济增长啊，对吧？你想一下，昨天开广交会，网上广交会什么情况？网上广交会一片惨淡，所以那个开网上直播室，广交会现在全部搬到网上去开，直播室的情况是什么情况？说是辛辛苦苦搞了半天，一天下来，而且网上广交会是没有时间的啊，没有时间，就是一天24小时都开着。说那直播室就进来一两个老外，就进来一个还是来问怎么操作的，我不会操作，你能跟我讲讲吗？就这个情况。你说经济形势是到了一个这个地步，在经济不好的时候，网店还有点生意，为什么？因为大家不出门，都在家里上网下单，网店现在还可以，就是在疫情这期间，就是能活下来，也就是网店。你这个时候拿网店开刀，一刀砍3年的税，这基本上你追3年的税，基本上很难活下来，没有几家网店能活下来。那你是想干嘛？这是跟自己过不去吗？你看你推出多少？今年说是今年的这个免税减费免税的额度是多少？12000亿，12000亿的就是免税降费，免税降费额度是12000亿，说要用12000亿的额度补助给企业，其中包括什么？主要包括什么？包括2个，第一个就是社保，降社保，帮社保发钱，还就是税上面也要做调整。你看你有这么大的力度，可是你现在是在宰杀网店，什么情况？这乱套了。我在推特上我看的这个新闻，我当时看这新闻我咯噔一下，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你说地方政府乱来就算了，现在不是，现在中央政府也乱了，就是这个政府乱套了，就搞不清楚状况，你不知道它里面发生什么状况了。这就是我说的一个现象，就是什么现象呢？就是里面开始有点乱套了，急了，就是有点不择手段了，就已经搞不过来了。这形势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形式啊。所以呢，我是想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政局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它肯定里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啊。这个核心的变化是什么？就是高层的权力斗争啊，权力斗争。
这个权力斗争应该是正在剧烈的进行当中这个权力斗争那么而当然这个内部的中共内部的高层的这种权力斗争基于什么？基于一个前提，就是当前的内政外交形势当前的国内形势、国外形势、外部形势就非常的差，导致它内部的权力斗争的激化那么我们之前呢，我们看过很多中国的政治有很多的运行的规则或者是运行的规律但是你发现没有，过去5年，中国原有的很多政局的发生的规则在变化。也就是说什么呢？说我们会看到很多我们以前没有看到的政治现象或者是政局现象。你比如说我刚才分析李克强辞职的可能性不大，我是这么看因为从刚才我分析的3个条件来看，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从人民日报上面的这个版面的安排来看，也没有看出来，因为通常它有一些政治上的异动，它都会在这些地方都会显示出来，但是也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当然有一个会他没参加就是什么会呢？就是联动会议北京因为北京发生这个疫情，他这个联动会议他没参加，闹的是胡春兰参加胡春兰参加。那么他不参加原因是什么？我忘记了，他是不是当时在外地视察，我忘记了。但是我看的新闻过了一下，我觉得有点不大正常但是会不会出现是真的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就是中国的总理辞职，这没有听说过，没有发生过。但是你看过去5年中国的政局变化很快非常快。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会见到很多我们没有见过的政治现象。这些没有见过的政治现象正在重塑中国的政局。为什么？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外部环境在发生变化，就是说我做记者的时代就是中国韬光养晦的时代整个的时代我是贯穿了整个中国韬光养晦的时代。就是说基本上中国和外部的世界的关系是相对平和的相对平和。中国也不在外面做大规模的扩张，很低调，天天招商引资我们就搞经济。基本上中国和外部的关系是很少冲突，基本上是会有一些矛盾但是没有激烈冲突基本上是这样。那你可以看一下现在中国和西方世界和中美关系，那基本上就怼上脸了，都已经，这个和原来是情况是不同的。那它当然这背后是什么？背后就是中国开始扩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无论是江朱时代还是胡温时代那么就是这2个江也好胡也好，基本上没有太崇拜基本上没有太严重。特别是胡就更不用想江还有一点，到后期是有一点江后期有一点有人跟他弄点音乐出来唱什么歌都有的，后来很快的就翻过来就没有了但是你可以看习现在的这种个人崇拜已经到了什么地步。我看学习时报有一个讲他是习近平新时代的什么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已经非常高了，这个已经拔得很高的了。就是习的个人崇拜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了，就是我是没见过这么厉害的个人崇拜。那么这种个人崇拜对中国整个政局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你看很多被撤换的这些官员其实没有太严重的问题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不听话，没那么听话，或者跟得没那么紧。
他连跟得没那么紧的都给抓掉啊，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你可以看中国政局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就是它正在改变过去10几20年中国的政治的形态，这个政治形态发生变化了。这个政治形态发生变化会影响什么呢？影响整个国家的运行。最后你会发现原有的一些运行的规则不见了，所以有些判断的体系就不发生作用。这就是一个当前中国政局最核心的问题啊，最核心。你可以看哈，你也可以看现在的海外媒体啊，基本上很少有预测中国的人事变化的，很少预测对的，都是出来以后啊，赶紧一窝蜂的去该泼水的泼水，该泼粪的泼粪，基本上是这样啊，就是很少。为什么？就是原有的那种政治格局变了，原有的政治规则变了，你没办法进行判断啊，没办法进行判断。所以你可以看海外媒体，特别是香港媒体啊，香港媒体的情况更严重一点，就因为他们被收买的情况更严重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就是说我们现在观察中国的政局变得会更宏观啊，更宏观，更注重外部条件对它的影响，好吧？好，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主题就讲这么多。其实后面还有一个，我简单的说两句啊。后面我准备了一个很长的内容，就是有一个叫芝加哥大学的有个教授叫 John 米尔斯海默 Mearsheimer 啊。Mearsheimer， 他是一个战略大师啊，他是个很有名的战略大师，就是分析国际形势的啊。当代政治，他对当代政治的影响是很大的啊。他最近有一个访谈，就他讲中美关系啊，讲中美关系，我很想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他说呢，现在呢，中美已经处于冷战状态，这是他的判断啊，这是他的判断。这个米尔斯海默啊，他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啊，那么他出版过一本书叫《大国政治的悲剧》。我回头把这个人的名字贴到社区去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么这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啊，他在中美关系上有一些很有名的一些预判，而且这预判都是对的啊。当年是2012年，他曾经预测说，中国如果持续的崛起，中美关系会恶化，中美关系会交恶啊。那么你可以看中美关系现在的情况，印证了当年2012年啊，蛮早之前啊。那么他现在有几句话，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然后他这么说，他说鉴于现在中美在疫情上持续冲突，我们已经处于冷战当中啊。我认为在疫情争议出现之前，人们还能够争辩中美到底是否处于冷战之中，但事到如今，我认为中美之间的冷战状态已经非常明显啊。你可以看看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的局势相当恐怖啊，中美双方几乎在怼在对方的脸上。经济方面，两国关系也很紧张，加上双方关于疫情的指责，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由于疫情的原因，它恶化的比我们想象的快。我们知道终究会走到这一步，但我以为不至于这么快啊。我讲几点，首先我已经讲过130遍，中国无法和平崛起啊，这话我在中国讲了不下30遍。为什么？现在的情况是，美国甚至日本等东亚国家都在试图以某种方式与中国经济脱钩。如果它完全脱钩，那么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就不复存在。尽管脱钩是有限的，但这种局面很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充斥着安全竞争，它最终导致了这个世界大战但同时，其实当时的欧洲也有大量的经济交流，甚至说有深厚的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但这没有阻止战争的爆发。尽管有人强调脱钩，中美仍将维持深厚的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然而，总的来看，我并不觉得它是维持和平强有力的因素，就是经济关系不能维持和平啊。我认为安全始终比经济繁荣更重要，所以我并不觉得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有多么重要啊。这个耳目一新嘛啊。川普政府会尽己所能的降低中国经济增速和科技发展速度，这种事正在发生。美国不想让华为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顶级企业，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啊。这可能产生众多难以预料的后果，有好有坏。他认为从根本上说，这个局面对世界各国都是悲剧啊。然后就米尔斯海默提出公式现实主义理论描述大国之间的安全竞争关系。这个理论原则上反对基于理念、意识形态、宗教政治正确的因素采取的战争或者是战略他认为那是浪费时间和这个资源，大概是这样。他有一系列的预判我们就不说了。大概就是这样，就是他的观点就是中美之间现在正在处在冷战当中，然后中美之间的这种经济关系没办法改变双方在安全问题上的对立，这是他基本的观点。好吧，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点赞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这两天的我们的点赞少了一点的原因，我们还是我不知道有个网友刚才说我们上一个视频被人踩了300-400，影响还是很大，所以大家一定要给我们点赞好吗？谢谢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几点情况、问题、观点好吗？好明谢一下海若虾谈，谢谢王先生，美西一人一杯咖啡，你们辛苦了。之前有一期王老师回答了我好几个节目，占用大家时间麻烦了谢谢你刘旭勋，谢谢为王舍疯狂点赞，请王老师喝杯台湾奶茶，谢谢。Little Lamb， 谢谢。519 Sam Sarah， 谢谢。支持王生，赞同你一贯坚持独立思考、言论自由的立场，加油，谢谢。兵甲，谢谢。兵甲139，谢谢。王先生辛苦了。路易亚西里，谢谢。坐标墨尔本，请王老师喝咖啡。王老师怎么看拜登？他是相对亲共的吗？前段时间他扬言要制裁中国，是为了选举还是民主党的政策方向？拜登有很多新闻很多新闻，但是我不看好他不看好他的原因，他本来就不是很有色彩那么但是最近的表现，当然他也有他的基本观众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我从新闻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不够优秀，他是不够优秀他有一些，拜登是有一些叫什么说他有一些缺陷会很容易被攻击，而且这些缺陷他没办法防守的缺陷，所以这些拜登我不大看好拜登不大看好拜登。张涛，谢谢赶上直播支持，谢谢。
Very TI， 谢谢王先生，很喜欢你的节目，可以对川普连任做个预测吗？川普连任，有变数啊，有变数。为什么？就是这场 BLM 运动对川普是有影响啊，有影响。一般来说哈，作为一个总统候选人，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弥合大家的裂痕啊。BLM 这场运动其实是一个社会的撕裂啊，社会的撕裂，它造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社会对立啊。但是川普做的动作是什么？川普做的动作是，他去保住他的基本观众，他去拿一个圣经去教堂，做这个动作。做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做这个动作是他要去维护他的基本盘，维护他的基本盘，那就加剧了这个撕裂，社会的撕裂。所以现在的情况，当然如果算账的话，川普的赢面大一点，但是中间也有变数啊，是这样啊。阮光能，谢谢。近日复工了，好几期都在看重播，今天赶上，略表心意，谢谢，谢谢阮光能。益堂，谢谢，赶上直播，请老师吃个豆拿，豆拿是什么？谢谢啊。明楚，谢谢，请王生喝罐啤酒，好的。AC 伞，谢谢。程序，谢谢。一杯咖啡，感谢王先生，感谢和支持王先生一直以来的节目。彭维光，谢谢。提问：撤回国安法，黑老大脸往哪搁？压力山大，不同意见的奴才们有能力阻止一尊的任性吗？我还是那句话啊，集权的任性是有条件和范围的。集权的任性，他只能在国内面对屁民的时候，他就有集权的任性，他想干什么都行啊，没人拦得住啊。但是当他走出国门的时候，当这件事情变成了国际事件的时候，他就很难了。为什么？别人不会买他的账啊，是吗？所以这个问题，现在的香港的问题，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国内的问题了啊，它变成一个国际事件。当他面对国际事件的时候，集权任性就无效了啊。梦之幽寂，谢谢学生党的一点心意，请王舍笑纳，谢谢你。贝拉瑞，谢谢。建军丁，谢谢。好，我们现在互动啊。提问：中央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换人吗？其实一直不明白 CCP 的权力博弈机制，国外只要干不好，民调降低，议会制的国家直接就逼宫了。总统制国家下次不选你 ，CCP 呢？CCP 的情况呢，就是一个原始状态。什么叫原始状态呢？就是它有一些既定的规则，但是这些既定的规则呢，又不是恒定的，就是你碰到一个横一点的老大呢，他就改规则。没那么横的老大呢，他就不敢改所以呢，就是中共的情况，就是你觉得他没有既定的规则，但是他有一点规矩啊，有一点规矩。你比如说政局扩大会议，政局扩大会议是谁开过啊？政局扩大会议，赵子阳开过，赵子阳就是政局扩大会议啊。政局扩大会议什么意思呢？就是邓小平把所有的他想叫的人都叫来，就是他自己的人全部叫来，一起开政局扩大会议，把中顾委啊这些全部的老人全找来一起开扩大会议。那当然，他想说什么，那一投票不就全选下来了吗？就是这样。所谓的政局扩大会议就是破坏规则，因为政局扩大会议什么鬼？如果你要扩大会议，那政局会议是什么？所以实际上政局扩大会议就是违规的行为。因为这不符合党章，党章你政治局做决定，扩大会议你不是政治局委员，怎么可以参加政治局会议呢？这就是乱来，所以中共就经常会发生这种乱来的事情。理论上来说呢，
如果没有党代表大会，理论上是你不能换总书记的，总书记只能在党代表大会上换，你怎么选嘛？没有的选。所以政治局扩大会议换人这件事情不是规则啊，只能够是等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换。他有没有党章有没有规定其他情况特殊换呢？没有。但是呢，他又可以这么干，跟你说怎么办？所以中共的规则就是谁横就听谁的，基本上是这样。所以，中共的权力博弈机制就是谁横听谁的。那会不会有人比习近平更横呢？目前还看不到。所以换人这件事情，我是没看到怎么把习换下来。有人提说啊，这老是能不能把他换下来？我看不到有换下来的机制。当然，你说有人横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那是啊，我现在看不到谁。江吗？江怎么现在江能不能动啊？现在不知道啊。观点：相信你辞职的是不了解政体。党内高官不会主动辞职的，必须组织部有文件批准才可能。不通过党内组织批准，主动辞职没有可能。主动辞职差不多是公开反袭了，不可能。也不一定哦，也不一定哦，就是不想公开翻脸，那么把他拿掉，让他自己辞职，用自己辞职的方法把他拿掉，也是有可能的啊。反正现在中国也没有什么既定的，我就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国家特征并不明显的原因是，它没有很多既定的规则啊，基本上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啊。提问：中共有可能打脸撤回港版国安法，港民不会也不应该就此停止抗争，一定会要求双普选，英美也不会因为撤回港版国安法就一切归零，但中共不可能后退到接受双普选，这个套如何解？这个套就继续打呀，打到最后有一个结果为止啊。我觉得肯定不会说只是撤回港版国安法就是结果，那不是结果，那只是中间一战，肯定是中间一战。因为撤回港版国安法只是这件事情的一部分，但是真正的香港人要的是什么？双普选，这是基本法规定的，而且时间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你本来就应该做这件事情。所以香港人提出双普选肯定是应该的结果，所以应该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就是港版国安法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双普选，这件事情还会继续打下去啊。如果欧美不是欧美，是英美肯定会要求这件事情，因为你光说这个，我肯定是不收货的啊。情况打卡东莞松山湖，哎，这华为啊，华为外发手机订单基本上没有了，自己已经少了3万人。网上流传华为前员工微博7月华为裁员7万，7月份，其实这个7月份裁员7万，这比我想象的晚了一些啊。现在是6月，那就下个月裁员7万，有可能。我觉得华为的时间不多了，因为9月份就到期就基本上都要停掉了啊。现在我看不到美国商务部有任何理由会给华为再续3个月的啊，我看不到这个迹象，所以只要时间一到，那就是那个大门就关上了，就基本上落闸了，那就叫落闸了啊。那基本上华为很多事情就基本上可以停下来了啊。情况：日本力保中小企发放大量无息贷款，政府出台大量政策帮扶中小企，
从7月份开始号召国民国内旅游，费用半价，另外一半由政府负担。中国不是帮扶中小企业，把中小企业当成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国内老百姓太可怜了，用辛勤双手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韭菜刚刚要收获了，政府就来了。对啊，你看看网店3个月3年追3年税，疯了，我觉得啊，这就是疯了，这就是疯了，乱套了啊，政府乱套了。提问这会儿突然想起 GDP 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用 GDP 一般能反映什么？中国 GDP 又能反映什么？因为我突然想到，发达国家结构是椭圆形，中国朝鲜是金字塔形， GDP 是平均数，用在椭圆形和金字塔形上，反应应该是不一样吧？你说的是什么鬼？反应是什么？什么样的反应？你再问一下，我没有看懂。观点，老师能不能说说内陆对青少年的正能量教育和香港的意识教育？说说香港为什么学生会坚持抗争，而大陆青少年只会趴在地上乖乖的听话。每次看到香港的学生抗争，都是泪流满面。支持香港，谢谢。香港他还没有啊，他现在你看，之前当年的黄之锋和我们这个作者叫什么来着？其中一个作者也是学运领袖，他们当时抗争的是什么？就是抗争这个中共的这个洗脑教育啊，就是不愿意这个通识教育啊，就是搞这一套东西啊，就是抗争啊。所以香港的青少年现在还是没有被洗脑，虽然他们不断的想做这个动作，但是当年的这个抗争就阻止了这件事情发生。但是当然现在他还在努力做这件事情，特区政府啊，中共在努力干这个事情。但是现在的香港青少年还是在安全，处于安全状态，所以还是没有被洗脑的啊。情况，据个人了解，北京教委没有发布全面停课的通知，但多个中学都采用老师挨个劝学生自愿请假的方式停课，上面不敢违抗复工复产，下面自愿请假自救，对外悄无声息，对内谁都没责任，高，实在是高。好吧，为什么呢？他现在不是还没有，他现在这个又要全停吗？那可能这个疫情的情况比想象的要严重啊。观点，我这个观点，王老师一定要读一下，好吧？我就读一下。就是现在大搞国企央企，他们也开厂做加工，那些国企央企已经学会了私人企业赚钱的办法。以前只有私人企业在做的一些业务，现在国企央企自己直接做了，造成私人企业拿不到单子，国企央企已经大量与民争利的状态。我觉得呢，国企央企去做这些业务这么辛苦，我觉得是这样啊。国企也好，央企也好，当然他们也做一些业务，但是他们最重要的利润来自哪里？垄断行业啊。这垄断行业对他们来说，那是他们轻轻松松就能干的事情。他跑到市场里面和民企去争这个呢，当然肯定是有一些原因，比如说他把单子直接交给自己自己成立一个公司，然后去接他的一些订单然后他就把这活干了，会有这种可能性。但是这不是主流啊，我认为这不是主流，主流他不愿意干这种事，最后这个事情不跑到私人口袋里去，央企国企也不会干这种事情为什么？大家要明白国企的本性是什么，或者国企的本质是什么？国企的本质还是政府部门的延伸，这是它的本质它是政府部门的延伸。做国企的负责人最终是要干什么？最终还是要去当官的，他不是为了把企业做大，
企业是这些企业负责人升官的一个踏脚石而已。所以国企最终是要垮台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最终不是目的是把它做大做强啊，最终是要让他去做官的。我举一个例子，举个什么例子呢？国航，国航的老总，国航呢其实挣钱有没有其他的航空公司会挣钱？没有其他公司能挣钱。为什么？因为国航有很多任务啊，国家任务，他就用国家的任务的这个地位。他经常专机啊，国家领导人专机啊，外访啊，都是国航，没有其他人跟他争，所以他有政治地位。他有这个政治地位，那就扩大规模，不断的扩大规模。扩大规模，他不一定挣钱，但是他不挣钱没关系，他规模很大。最后他做这个国航的老总做了什么呢？做了民航总局的局长，就是这样。国企的最终的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就是他的老总最后做了这个管这个企业的，你说争什么争？有什么好争的？争到最后，万一不是国航的老总，是东航的老总，对吗？你争什么？企业竞争什么？所以你要理解，国企最终的目标是让国企的负责人做到部门的官去。所以你觉得他所有的利润、所有的盈利、所有的规模，都是为了达到这种结果？你想一下，他还去做这些干什么？他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安排而已啊。观点：拜登唯一的武器就是别人对川普的恨，而不是拜登自身的优点。非常对。提问：蓬佩奥推迟与杨洁篪会面，先与欧盟27国就对抗中国野心行动计划达成共识，请王老师解读一下。这是故意的，这是故意的。两个国家谈判之前，外交谈判之前，他们在谈判之前做的各种动作，都是为了在谈判的时候达到一个效果。包括蓬佩奥做的这个动作啊，当然这个动作就是极限施压，就是需要你想一下，他们总共见24小时，其实所有的谈判，所有的结果，在两个人见面之前都已经有了。他不会是两个人坐那儿谈24小时得一个结果，不是的。在谈判见面之前，双方一直在谈判啊，其实一直在谈判。那么见上面，其实是结果已经有了，只是双方见个面确认而已啊。当然会有一些更多的东西，但不完全是这样啊。就是主要的，大家要明白，除非像什么谈判，中美贸易谈判，中美贸易谈判它是个过程，就是双方见着面谈，因为实在太厚了，这个太厚了。你把这时间控制在24小时，说明什么？说明他们现在就在谈，一直在谈。我认为中美双方，中美外交部啊，国务院跟中国外交部也现在一直在谈，没有停过啊。观点，很长哎，这个我们以后不要写这么长好吗？观点：在高墙和鸡蛋之间，我选择鸡蛋那一边。香港市民和平游行不被倾听，最后被警察暴力侵犯。这个时候，我选择站在香港市民。George Floyd 被警察暴力执法，在没有还手能力之后，还被粗暴的压颈制而死。我选择站在 George Floyd 这边，不能因为他是个惯犯就可以这样对待。在 BLM 游行运动中，有些商家被打砸抢，有些人受伤，他们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但他们是暴力的受害者，他们就是鸡蛋。我选择站在这受害者，他们有权获得他们的正义，他们就是鸡蛋，应该获得应有的赔偿，而打砸抢的人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对于明尼阿波利斯要解散市警察局，如果大部分警察在平时的正常执法过程没有犯什么错，却因为群体当中有某些败类的过失
而受到系统性歧视的牵连，我选择站在这些没有犯错的警察这一边。这个时候他们就是鸡蛋，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和黑人群体一样不应该受到歧视。作为一件件孤立事件去看，其实对我来说很好判断，原则就是让法律归法律，道德归道德，政治归政治。当然有人不同意，说一些事情没有办法切开谈。掌握了媒体话语权的政治家当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煽风点火，操弄民意，予取予求，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把几件事情不闻青红皂白炖成一锅粥，一朝浑水摸鱼，耍得炉火纯青。非常好，我觉得啊，这个说的非常在理啊，非常在理。作为普通观众，当你面前有一锅粥，里面掺了沙子，而给你的只有要么全吃，要么一口不碰的时候，个人应该警惕，不只要看一面，而忽视另外一面。一码事是一码归一码事，一件一件的分析，不要急着站队，即使已经站了队，也不代表不能挪屁股。民主国家的民众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有选票，2到4年就能做一次选择，很棒。回头我们贴到社区里面，大家看一下啊，非常棒。情况今天美国商务部允许华为在美的 5G 建设，这是啥情况？你没看到新闻的全部啊？它是这样啊，华为也好，美国的很多网络供应商、电讯供应商也好，他们都会去参加 5G 的标准的谈判会议啊。那么自从美国商务部制裁华为之后，美国的这些网络供应商、通讯业界，只要华为去参加的会，他都不敢去，因为怕商务部制裁他。所以呢，商务部就出一个通知，说呢，没关系，你去参加那个会没问题。因为如果美国的业界不参加这个 5G 标准的会议的话，那 5G 标准的会议就被华为全部控制了，那么标准全是听华为的，不行，这样不行。所以美国政府就出一个规定，专门出一个规定，就是通知，就算华为去的这个会议，你们也能去，而且你还可以跟华为商量有关这个5G 标准的事宜，没关系，我们不找你麻烦。新闻就是一件这样的新闻，所以呢，所有的通讯社都没把这些事情讲清楚。这个新闻呢，只说了一半，就是说了前面那一半，大家都以为，美国立场变了，放华为一马，不是的，只是不想让华为再去垄断这个 5G 标准，就是这个啊。好，明谢。江晨，谢谢，第一次赶上直播不成记忆，谢谢你，江晨，奸臣啊，奸臣 ，TT， 谢谢，感谢王老师的授道，同时王老师的节目和思想也在不断的升华，谢谢啊，谢谢。硕鹏，谢谢，第一次参加直播，请王老师喝咖啡，谢谢你。M&M 包，谢谢。Mike 徐，谢谢。Wong Cosmo， 谢谢。观点，个人感觉 CCP 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障碍。同样，在疫情的影响之下，美国重启了太空项目，而中国却摆起了地摊。澳洲政府对中小企业进行补助，发放 JobKeeper 等 package， 保住大家的工作，而中国却在割韭菜。对呀。Jeff 王，谢谢。Chip 秋，谢谢。张涛，谢谢。认同平权运动，反对暴力。美国是民主法治的国家，认同香港抗争中的过激行为。香港已不再是民主法治的区域。谢谢。姥姥王，任正非的小女儿姚安娜是哈佛大学应届毕业生，她是无数中共高管中共党员高管把子女送到美国读书的例子，典型的双面标准啊。
奸臣，谢谢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独立思考。谢谢大家。